各位朋友好，我是健康之道的蔡志林。今天聊聊年底去存钱要注意的事。咱们辛苦一辈子，早起晚归，攒下的都是血汗钱，是老来的依靠，急用的底气。这笔钱真是我们的命根子。我在银行干了30年，看过太多让人心疼的事。银行固然安全，但它也要赚钱。工作人员有任务，有考核，这些他们通常不会主动告诉你，这就是信息不对称。尤其12月年底，银行冲业绩，活动很多，一不小心你说错句话，定期可能变成要交10年的保单，看似利息高，实际可能少一大截。我亲眼见过太多中老年朋友中招，往往是因为太信任、太善良。今天蔡老师就想提醒大家，去银行时有3句话千万不能说，听懂以后你就知道怎么保护自己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欢迎关注健康之道，更多实用知识随时分享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经历，咱们一起学习，守住自己的钱袋子。好，现在咱们开始讲第一句绝对不能说的话。这句话太常见了，我几乎每天都能在银行大厅里听到。很多叔叔阿姨拿着攒了好久的钱走进银行，看到穿着西装、笑容满面的工作人员，就觉得特别信任。然后他们会很诚恳地说，同志啊，我这里有些闲钱，我也不懂怎么理财，你是专业的，你帮我看看怎么存最划算吧。哎呦，这句话一说出口，你在银行工作人员眼里立刻就成了重点关照对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等于明白告诉对方，我不懂，你可以随便推荐。你知道在银行里那些主动过来帮你规划，给你介绍产品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吗？他们不全是普通的柜员，很多是理财经理、客户经理，他们的工资底薪不高，主要靠卖出去产品的提成。银行每个月都会给他们下任务，这个月要卖多少保险、多少基金、多少理财产品。所以当你把决定权交给他的时候，他会首先考虑你的利益吗？他会推荐给你利息最高、最安全的定期存款吗？我告诉你，大概率不会，因为定期存款对他来说几乎没什么提成可拿，他一定会优先推荐那些佣金最高的产品。这时候他会拿出一张印刷的很漂亮的宣传页，指着上面一个大大的数字跟你说，阿姨，您看现在定期利息才1点几，太低了，钱越存越不值钱。我们这里有个新产品，也是存钱，但收益高多了，预期年化能达到 4%、5% 呢。您只要每年存一次，存满5年，以后年年都有钱拿，还有分红。这话听起来诱不诱人？太诱人了。很多老人家一听到利息比定期高2-3倍，眼睛都亮了，又听到存钱2个字，就以为跟存款是一样的。但是这里面的门道深了去了。他可能会轻轻带过一句，这是一款储蓄型保险，或者这是分红型产品，但他不会强调，这根本就不是存款，这是保险。一旦你买了，你的钱就进入了一个流动性黑洞。什么叫流动性黑洞？就是说你的钱被锁死了，动弹不得。这种产品通常都有很长的封闭期，短的5年，长的10年、20年。假如你存到第3年，家里突然有事，儿子要买房凑首付，孙子要出国读书，或者自己生病需要钱，这时候你想把这笔钱取出来，那就惨了。你只能选择退保，而退保的代价是，不但1分钱利息没有，连本金都要亏损，存进去10万，可能只能拿回来8万5、9万。你看，咱们存钱图的是什么？不就是图个安全，图个应急的时候能拿出来吗？结果这个产品既不安全，也不能应急，那咱们存它干什么呢？所以蔡老师教你一个原则，你一定要记在心上，存款、理财、保险，这是3件完全不同的事。存款要的是安全和随时能用，保险要的是保障和抵御风险，理财要的是收益，但要承担风险。而银行经理推荐给你的那种什么都沾一点的产品，往往是哪个功能都做不好，却让你承担了最大的风险。那咱们应该怎么说呢？你要做一个明白的、主动的客户，走进银行，直截了当，目标明确地告诉他你的需求。你就说，你好，我想办定期存款，请问你们银行1年期、2年期、3年期的定期利率分别是多少？你看，你这么一问，显得你很懂行，他不敢随便糊弄你。然后你再加问一句，最近有没有针对新客户的存款优惠活动，利率能不能再高一点？这样你就把话题牢牢锁死在存款这个安全范围内，他想推销别的都插不上嘴。
接下来咱们说第二句千万不能说出口的话，这句话听起来特别省心，几乎每个人都中过招，那就是当你的定期存款快要到期的时候，银行工作人员会很贴心的问你，叔叔，您这笔存款到期后，要不要帮您办理自动转存啊？这样您就不用再跑一趟了。很多人一听，觉得这服务真周到啊，赶紧说，好啊好啊，就自动转存吧，我省得再操心了。朋友们，这世界上很多省心的服务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你图了这个方便，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真金白银的利息损失，你这是在给银行白白送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动转存这个功能，银行系统默认是按照转存当天银行公布的挂牌利率来计息的，这个挂牌利率是银行最低一档的利率，但银行为了吸引新客户，留住老客户，经常会有一些不定期的存款优惠活动，这些活动的利率都比挂牌利率要高。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假设银行1年期挂牌利率是 1.5%，但正好银行在做一个岁末感恩活动，新存入的资金利率可以给到 1.8%， 你看这里外就差出 0.3% 了。你可能觉得 0.3% 不多啊，蔡老师给你算笔账，如果你存的是30万，一年下来就差了900块钱，这900块钱本来是该进你口袋的钱，就因为你说了一句自动转存，就白白送给银行了。一年900，10年就是9000，这钱攒起来能给孙子买多少东西啊？更重要的是，现在金融工具越来越多了，很多银行都推出了数位银行、网络银行，这些银行因为没有实体网点，运营成本低，所以给的利率特别高。有些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都能达到 1.9%、2.0%， 比你自动转存的那 1.5% 的定期利息还高，而且钱还是活期的，随时能用。如果你傻傻的选了自动转存，你就完全错过了把这些钱转到更高收益账户的机会，你这等于是为自己怕麻烦的心态交了一笔懒惰税啊。那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咱们要善用科技工具来管钱。你在手机日历上设个提醒，在存款到期前1个星期，手机就会提醒你，然后你花个15分钟时间上网查查这家银行、其他银行最近有什么好利率，或者你直接去银行问一个很专业的问题，你好，我这笔存款下星期到期，如果自动转存，利率是多少？如果我把钱取出来重新存，作为新资金，又能享受什么利率？你这么一问，对方马上就知道你是懂行的，就会把最好的方案拿出来给你。所以记住第二点，不要轻易说帮我自动转存，钱是自己的，咱们要主动管理。现在来说的3句咱们经常会脱口而出的话，这句话暴露了咱们理财知识的盲区，通常发生在咱们有一笔暂时用不到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的钱的时候。咱们可能会跟银行工作人员说，我这笔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用，先放活期吧，方便随时取。这句话背后的想法是对的，咱们确实需要保持资金的灵活性，不能把钱全部锁死，每个人都要有一笔随时能动的应急钱，但是把所有的闲钱都放在活期账户里，这是最笨、最不划算的做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，活期存款的利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，很多银行的活期利率只有 0.2%、0.3%， 有的甚至更低。把钱放活期里，别说赚钱了，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。什么叫通货膨胀？蔡老师用大白话说，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。今年你的100块钱能买10斤猪肉，明年可能就只能买9斤了。你的钱放在活期账户里，数字没变少，但能买到的东西变少了，这等于你的钱在悄悄的每天一点点的缩水。你的钱不是在睡觉，是在慢慢的流血啊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难道为了高利息就把所有钱都存成定期，万一有急事1分钱都动不了吗？当然不是。蔡老师今天教你一个特别好用、特别聪明的方法，叫做阶梯存钱法，也有人叫分批存款法。这个方法能让你既拿到较高的利息，又保持资金的灵活性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特别简单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现在有20万闲钱，你千万不要把20万全存成一张定期存单，你可以把它分成4笔，每笔5万块钱。然后呢，第一笔5万存1年定期，第2笔5万存2年定期，第3笔5万存3年定期，第
第4笔5万也存3年定期，你看出这个安排的精妙之处了吗？从明年开始，你每年都会有一笔5万块钱的定期到期。如果这一年家里平安无事，没有急需用钱的地方，你就把这笔到期的钱再存一个3年期的定期，这样循环下去，用不了几年，你手上所有的存单都会变成利率最高的3年期定期。但同时呢，因为你每年都有钱到期，所以你保留了很好的灵活性。万一哪一年你真的需要用钱，你只需要动用那笔刚好到期的5万块就行了，其他还在存期内的钱完全不受影响，他们的利息都能完整的拿到。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巧妙？既赚了利息，又不怕急用钱。当然啦，对于那些必须随时能用的应急钱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保命钱，至少要准备3到6个月的生活费。这笔钱蔡老师也不建议你放普通活期，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一种好东西，叫做高利率活期数位账户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这些网络银行为了吸引客户，给的活期利率非常高，很多都能达到 1.8%、2.0%， 比很多银行的1年定期利息还高。你把应急钱放在这种账户里，利息高，又是活期随时能取，而且通常还有每个月好几次的免费跨行转账额度，这才是存放应急钱最理想的地方。所以记住第3点，不要说全放活期，要用阶梯存钱法和高利率数位账户，让你的钱既安全又聪明的为你工作。好了，今天蔡老师跟大家详细剖析了去银行存钱时绝对不能说的3句话，咱们再来回顾一下这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句，不要说你帮我看着办，这会让你成为被推销的目标，要直接明确的说你要办定期存款，并且主动询问优惠利率。第二句，不要轻易答应自动转存，这会让你白白损失利息，要自己记住到期日，主动去银行比较新的存款方案。第三句，不要说全放活期，这是在让你的钱慢慢缩水，要学会用阶梯存钱法来平衡收益和灵活性，用高利率数位账户来放应急钱。说到底啊，蔡老师这30年看下来，最大的感触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最终要靠咱们自己来守护。银行是个商业机构，它的首要目标是盈利，不是做慈善。咱们不要怕麻烦，多问一句，多查一次，多花10几分钟时间比较，你就不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任由摆布的人。你花出去的这些时间，最后都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，回到你自己的钱包里。特别是现在12月份，银行的各种活动多，套路也多，咱们更要擦亮眼睛，保持清醒。你知道了这些规则，就能在金融世界里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。咱们不做待宰的羔羊，要做聪明的储户。希望今天这些从30年银行工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心得，能真真切切的帮到你和你的家人。如果你觉得蔡老师讲的实在，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别忘了给咱们健康之道频道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也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关心的人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就能少一些人上当。咱们一起努力，守住辛苦一辈子攒下的血汗钱。我是健康之道的蔡志霖，咱们下期再见。